有这种感受，让我体会到爱的温柔。 Hi guys, my name is Zach. 中文名字是金哲凯，我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韩国和西班牙的混血儿，在中国待了快3年了。从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非常爱他。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想永远跟他走下去。我跟他谈得特别好，特别谈得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明年要出国了。虽然我想跟他过去，但是我觉得中国是特别好，而且如果是去的话，我失业就没了。我觉得既然他爱我，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跟我一块儿出去，从头再来有什么不好呢？只要2个人在一起是开心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依然沉醉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跨国的恋情是否可以继续下去？来，再热烈一些的掌声，请出这一对主人公，有请2位。男主人公金哲凯，23岁，美国外教主持人，欢迎你。女主人公贾思洋，22岁，北京学生。来，有请2位。你好，你好。思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思洋？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家里给起这个名字？思就代表想，洋就代表海外嘛。从小我爸妈就希望我以后能出国留学。哦，这是一个家庭或者叫家族的一个梦想，是吧？对。啊，明年要实现了。对。但是这个时候却有人出来牵挂了你啊，这就是金先生是吧？帅哥。当时是怎么认识他的？我们是工作认识的，当时在一个教育机构，他是老师，我是班主任。哦，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就喜欢上他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想法。不是大家呀，我们没跟他谈恋爱啊，是你呀。我觉得他外形非常好，是个女孩看到他就会喜欢他的。是个女孩看上他就会喜欢他。多数。来，现场的女生，第一眼看上了大帅哥的金大帅哥的，请举手，请举手，请举手。哇，谢谢你们啊！有人是腼腆哈，但是还有一些人情不自禁的就举起来了。我觉得不举手的都是腼腆。哎呦，你对他这么看好哈？那是不是越这样看好，其实反而要出国，他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不住了，就越没有安全感？哎，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异国恋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能接受跟他异国恋。他思想特别开放啊，比如说我要是跟我男朋友说我要出国了，我希望他会说我等你啊。但是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自己说出来。我说的就是能等你的。他是这样说的吗？我绝对不是这么说的。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说，好啊，你要是寂寞可以找个小老公，我也可以找个小老婆。我帮你拿衣服啊，谢谢。你是热了还是急了？急了，其实我挺急了吧，因为我觉得那个雅雅，说呢，我发誓。要说简单的，我就是这么说的啊。你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你如果寂寞就找一个小老公，我如果寂寞就找一个小老婆。要说简单的话，是啊，是。复杂说是怎么说？复杂说是这样。你别撸胳膊，你想打架吗？不好意思，行啊，没关系，开玩笑。来，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不代表什么美国什么文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就是现在代表男的。完了，我觉得就是一般的男人，如果要过1年，说白了，半年、1个月啊，身边没有伙伴，那就很难过日子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现在是想把所有的丑话说头了。你的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说，我身体可以属于别人，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思洋这儿，是这意思吗？没错，我听懂了啊。是对啊，思洋。我觉得如果是个正常男的，他说等我信，我就出去没关系。但是你不一样，你思想太 open 了，你必须跟我去。跟你去是肯定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我这边有事业，有工作。哎，是不是中国挺好的？非常好，我特别喜欢中国，尤其中国女孩，对吧？
哎，对，什么意思？思阳好像对这个问题，他是你们俩恋爱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小动作的吗？他不是小动作，他是大动作。啊？大动作？对，他是比如说带着我出去吧，那个跟他朋友玩，他会跟女孩打情骂俏，然后当着你的面吗？对，当着我面，然后还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哎，亲爱的，当着你的面是这样的，背着你的面我也是这样的。”就这么说吗？就这么说。也许他中文水平有限哦。你刚说的是情人，其实我跟他们玩的一个游戏，英文叫 Truth or Dar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一个游戏。其实我们那个动作是很简单，就拉着。你别拉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你拿他做示范。你看，我说，假如说那天我是他的一个普通女性朋友，对，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是怎么做的？你看，来，可以吗？我就是最简单的动作，像这样，或者跳舞像这样。不是，没有大串，是不是？对着我的。对着你，对，就这样。手。啊，没有什么其他意见。你还脱衣服了呢。金先生这样我比较能够理解，因为上面说他是，西班牙人和韩国人的一个混血的孩子，是。然后他又生活在美国，是。实际你等于接受了3个国家的一些文化在你身上，然后到了中国学中文的话，还要接受第4个国家的文化，对吧？我特别想知道哈。你那么爱他，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恋爱，我们磨合好了，我们结婚啊。你是要跟他结婚的吗？实话说，我现在24岁，没考虑过。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了。暂时是这样，对。我希望他能为了我改变。能吗？你说改变要。干什么呢？我不是说那个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爱你的一切。比如说你的想法不要这么开放，我要去澳洲，你跟我一起走，或者你如果想法那么开放的话，你就跟我一起走。如果你可以变得稍微保守一点，也可以。这我只能说能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我想跟你说，现实的话，明年我肯定不能陪你去。澳洲、澳大利亚，咱们只能异地恋、异国恋，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巨大的问题，我自己也没经历过，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那你还会找小老婆？我尽量不找。宝宝，思阳，我翻回头，我倒想替他说一句话哈。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心里是接受不了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底线，那是他的底线，那是他的尺度。可是你爱上他的时候，或者说你第一点看上他的时候，你就没想到，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人。我当时想到了，所以我跟他在一块儿就是没吵过架，我什么都特别迁就他。可是现在我忍不了了。你忍不了了。谁不希望踏实点？所以你来到了这个节目。对。来，你们在来之前都做了一份问卷，这个问卷叫丘比特问卷。进入我们丘比特问卷。好，2位看一下。我们看到男方的分数是80分。哦，就是接纳女孩子是吧？对。OK。女方的分数是71分。都合格了。都很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分数这么高呢？那刚才也看到了2位在分享，其实他们都很诚实。那既然这样子，本来这个话呢，我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那我们的帅哥呢，我们金先生，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这个大大的床。什么意思？床就和性有关，所以在他世界里面，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一个成分。那女方呢，其实画了2个心。同样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没有未来、没有现实的一个爱情。这个阶段2个人应该属于是荷尔蒙式的爱情。另外，思阳，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掌控不了这个帅哥，这是我意见。谢谢。徐律师无语了是吧？我觉得这男孩很诚实，很帅，很率真，说了很多真心话。那么女孩呢，也说自己的真心话，他们之间不可能实现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一个这个融合，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距离无法跨越，
所以导致他们这个爱情很可能会失败。好，尤老师，我注意看小伙子站着的时候，刚才手背后，现在手放前，其实他家里蛮规矩的，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家教非常严的家庭出来的。他在外边，他在这个地方，他完全得以释放。我也觉得他家教很好。得以自由，所以他那些动作，他其实就是要从笼子里边的鸟长期被关束飞出来的那种向往。他来到中国也好，他不喜欢回到那种再被约束的感觉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这边女孩子是这样，思阳是，咱们中国有一个传统，一恋爱就涉及到婚姻，一婚姻就涉及到占有，就涉及到控制。这跟他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是我到这儿，我即使现在我活在当下，我很爽，很舒服。那么今天我跟你好，我们可以 marry， 可以结婚。但明天我就不爱你了，那么怎么我们分手？所以男女双方都是一耸肩，那就这样咱们谈谈好吗？不像我们这样坐在那个地方哭泣，你怎么不对我负责了？他不是那样。所以这个完全文化思维背景是不同的，我认为无可改变，但彼此尊重。你为什么不能为他留下来？这也是问题啊。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本科学数学，研究生的时候学金融。然后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申请好了那个澳洲的一个大学，在世界前50的。这是我人生的规划，而且我也特别向往。这个是不能留这儿的。可是他不一样，他已经工作了，走好了，那就走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旁观者清。先从思阳的朋友开始吧，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贾思阳的同学，我跟思阳认识快4年了。我知道他真的是很喜欢 Zack， 然后我也特别希望他们俩能走在一起，走到最后。但是我觉得，你觉得现实吗？靠谱吗？我觉得，如果思阳走了，然后就是留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俩这个爱情就会变成泡沫。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也对 Zack 非常不放心。金先生的朋友来说一说吗？我是 Zack 的学生以前，但是现在跟他是好朋友。我就是，你觉得他帅吗？刚开始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真的觉得他很帅，然后很吸引我们。然后到后来慢慢接触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是太开放了。然后他开放到对学生也会很亲密。他对你做过什么呀？他对我当然没有做过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男生做我的男朋友。别急哈。虽然是 Zack 的亲友团，但是我觉得我既然坐在这里，我要很客观的去说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贾思阳，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出国的话，你们2个人真的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我觉得你前脚走，他后脚就会再找女朋友。就像你说的，你想跟他在一起，你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如果我要想，现在发现所有的女人都是敌人哈。真的，如果我要想，对不起，你是想跟他在一起吗？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我从小就告诉我要做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女孩子。所以他的那些圈子，我真的我会了解，因为我曾经是他的学生，现在是他的好朋友，我只能跟他做好朋友。男女朋友的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我是真的是不能接受。你们好，我是 Zack 的老朋友。你说英文吧，我们都听得懂。真的吗？好。I'm Zack's old friend, and we've lived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And if you do go, I'll miss you.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you guys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So I think Zack, you should go with her, and you guys should stay togeth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This is like the first time you've ever mentioned anything like that. I can't go with her, man. 你们都听懂了吗？不好意思，思阳，请翻译。他朋友的意思是说，Zack 是个好人，然后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很合适。他觉得如果我要去澳洲的话，Zack 应该跟我一起去。OK。但实际上呢，那个我们俩这已经就是谈了好久吧，他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其实，韩总，你今天什么话呀？就叛变了。你说的是什么？我们气死我了，真的，我是无话。不是我帮你解读一下哈，就是他怕中国姐妹深陷其中，受到更大的伤害。
所以他要说，虽然他跟你是好朋友，没有说你坏的意思，只是大家对这段感情不看好，因为文化差异确实太大了，这是大家看好的地方。面对这样一对跨国的爱情，大家觉得是订婚呢，还是分手？现在大家可以表一下态，让在在更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订婚还是分手？大家就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这就是观念，没有办法。接下来，黄金60秒，思阳面对他吧。杨洋，我得跟你说一句话。希望你记得咱们彼此爱过。听懂了是吧？听懂了。好，听懂了。两位，请重新回到你们的选择台上去。来。转门合上，再次打开，他们将有自己的抉择：分手还是订婚？来，请关门。贾思阳最后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我们要燃烧现在的幸福，不考虑未来，还是为了未来做更深的打算呢？现场的观众朋友，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判断一下，他们婚的可能性有多大？是订婚还是分手？来，请选择。76.79%的朋友认为他们会分手，这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吗？或者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吗？在这个背后还有什么呢？这两位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倒数5秒，5、4、3、2、1，请开门。哇，宝宝，哎呦，只有一个建议哈，以后亲热的时候不要老丢盔卸甲。来，面对镜头。这可是订婚啊，很慎重的事情，考虑清楚了。考虑清楚了。一清二楚。你会去澳洲吗？啊，会去啊？我会想想啊。反正我们可以想个办法。你还要求他一定要去吗？其
其实刚才我准备离开，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想的全都是他的好。你相信世界上真有爱情存在吗？我愿意接受你的一切。谢谢啊，谢谢。我愿意啊，我给你加面啊。哎，缺点什么就保证啊，我给你保证。我在这边不会找一个小老婆，你找小老公还是你的。不会的。放心吧，他们的爱情彼此承诺不会有第三者哈。来，有请我们漂亮的小花童来，他们手里拿的是由曹氏珠宝为我们提供的订婚钻戒，请戴上。他们离场了，带着他们自己认为的幸福，但是他们同时也丢下了一样东西，这就是贾思阳的胸牌。在这个胸牌上写着一个名字，他们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呢？更多的